Without further ado, let the games begin. 来这儿的客人呢，只要支付$10就有机会上台，在15秒之内从杯子里找出真钻，猜对了就能免费把钻石带回去。 Okay, the game is ready. Who will be our first contender? $10 for each time. I'm sorry, sir, it's not correct, but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anyway. Better luck next time. Chinese time to move forward. Oh, 哲司令，你想干什么？入乡随俗。哦，啊。 Here, here. Excellent! Yeah. Is Chinese girl? I'm not sure. Maybe. James, that girl got something. Yeah. 就是他。 Okay, time's up. I'm pleased to tell you, miss, that the diamond is yours. Wow. She won the game. 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re experts when it comes to diamonds. Congratulations! Give her a round of applause.周总，你要干什么？哲司令，你干嘛一声不响的自己就溜走了啊？你要回宿舍？天这么黑，我送你。不用，我自己回家。司令，你放开我！你干嘛？哲司令，听我说，听我说。我知道你想参加匠心年度设计师大赛，凭你今天晚上的表现呢，我可以帮你拿到公司的参赛资格啊。不需要你帮，放开我！都是出来玩的嘛，何必这么矜持呢？是不是？你谁啊？朋友，按这儿的规矩打一架怎么样？谁赢了谁带走他。
什么破规矩啊？跟你没关系啊！一边去！咋这么快神经病啊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赢了，你赢了啊！让给你了。啊！小心一点，就是你。啊！神经病！都是神经病！哎，你跑什么呀？你是叫 Jocelyn 吗？我叫 James， 我也是中国人。谢谢你救了我，但是你可以先把你的手松开吗？哎，不好意思啊，我是有些事情想要问你。你刚刚在台上挑钻石的时候，是不是擦了护手霜啊？而且至少涂了2层，那样才可以利用钻石的亲油性做排他法。我是用了护手霜，那又怎么样？更何况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说禁止这么做。没关系，我只是想要跟你谈一谈，也许你可以帮到我。Hey, Jam, hurry up before somebody sees us. I have booked a hotel for you. A presidential suite, king size bed for king size fun. Tonight is the night. 哎，那你这样安排不行。公司把咱们留在泰国，就是因为这儿离邻国的矿区近，而且安全。啊，那边3天2头有动乱，你任何人去都难保不会遇到危险，更何况高洁又是个女孩子。有哪条规定说女孩子不能进矿区的吗？如果没有人去，这些宝石会自己飞过来吗？所以呢？周总，培训师不让我上分拣台，说我被安排去3号矿区。没错，是我安排的。你们设计师作为实习生来到海外实习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掌握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到矿区露天作业和在分拣台工作，我觉得同样的重要。所以呢，我才给你这个难得的机会，到矿区去实习，然后学到更多的知识。怎么，你是来特地感谢我的吗？啊，对了，我知道你大老远跑到这边来呢，无非是想得到代表公司参加匠心年度设计师大赛的资格。就这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到矿区工作，实习积分是 double 的。我呢也是看在司总监对你十分器重的面子上，才特意给你这个任务。周总，你不要看在我的面子上，我就告诉你，我不同意你这样的安排。司总监，我觉得呢，你只需要负责好设计部的工作就好了，就不要插手我运营部的事情。啊，难道我运营部堂堂一个总监，连安排人工作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司总，我可以去3号矿区。啊，这就对了。啊，那这次你抓紧一点时间啊，去矿区的大巴呢已经在门外等了，千万别迟到。你可是代表公司参赛的种子选手。Good luck。高姐，不要勉强自己，更不用为了参加比赛而逞强。周总说的对，从公司的制度来说，他确实有权安排我去矿区。硬扛着不去，除了让他找到理由不让我参加比赛，恐怕也会对你有影响。反正到邻国矿区轮班也就2天，不会出什么事的。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发生任何问题立刻联系我。谢谢司总。
hot. Yes. Go to get Hot. some rest. All right. Sit down. Hey Barry,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take? Half an hour. Okay. 高姐，快走！出事了！高姐，出事了！快走！ Oh my god! Hey Wallback. Let's get closer. Okay. Huh? The local get a problem with us. They kidnapped someone in the mining corp to bargain. Looks like we can live here. Not to mention finding the top-notch ruby. Good thing. I have a connection. I can get me out when me hand check it to them. 他没有把我交出去。你醒了？你别过来！干什么？一个女孩子动什么刀啊？再说对你救命恩人就这样。你那条胳膊还想不想要了？你们不是想要把我交给矿工吗？ It's bad idea. 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我要是想把你怎么样的话，你还能全身一个零件都不少的站在这儿吗？你爱信不信？反正我们走不出这片雨林，就都得交代在这儿。而且我刚刚跟巴瑞的话呢，你只偷听到了一半。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如果我们穿过这片雨林，就可以避开1号矿。今天晚上在这住一晚，明天早上我们就能到达镇上。真的吗？你要是愿意相信我们呢，就上车；你要是不愿意，可以自己走。你要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是为你好。还有啊，这么危险的东西呢，下次就不要再拿了，放在我这儿最安全。嗯。哦，对了，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把胳膊？不用了，我能坚持。好。We haven't got much clean water or can. Thanks to God, we have beer. Hey, miss, you want some?
给。我不喝酒。这儿没有酒吧里的酒鬼，喝一点，至少晚上能御个寒。你这戒备心理至于这么重吗？帮你安胳膊你也不让，喝酒御寒也不喝。不帮就算了，我告诉你啊，你到时候别胳膊疼得走不了路，没人背你啊。哎，你能不能帮我把手臂复原？怎么不怕我是坏人了？要走出这雨林，只能相信你了。那你先把酒喝了吧，一会儿会很疼的，可以先麻痹一下自己。海枫书屋，你也知道海枫书屋？上海老书店啊，你是上海人啊？嗯。老乡啊，来，握个手。好了，活动一下试试。还是有点疼，不过好像好点了。这么好的酒可不能浪费了呀！来吧，敬你的勇气，干杯！这么辣的酒，还说是好酒。Laissez-moi vous aider. Merci de m'avoir reclassé. C'est avec plaisir. Vous aviez un siège de première classe. J'ai pas changé de siège. Ah bon? Vous ne connaissez pas Xu Siyu? Désolée, je ne connais pas cette personne. Est-ce que vous désirez quelque chose à boire? La même chose que lui,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c'est compris. Merci. 我这才明白，思雨他帮我办理的根本就不是免费的升舱，他那么说，只是怕伤我的自尊心，为了让我心安理得的接受他的好意。如果我和思雨不是在巴黎念同一所大学，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我拼命的读书，才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我的爸爸砸锅卖铁的供我。 为了让爸爸不那么辛苦，我每天要打好几份工，才能勉强支付我的生活费用。而他的爸爸是国内投资界知名的投资大亨，他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似乎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房子，但他也会像同龄女孩子一样，去担心，去纠结很多事情。只有钱是他生命中唯一不用发愁的。 即便他和我分别处在生活的两极，但他却非常的尊重我。他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
有教养的出身是什么样子，也让我明白，自己必须要更加的努力，才能把他默默帮到我的一切，一样一样的，用另外的方式还给他。谢谢你。Excuse-moi, est-ce que je pourrais avoir un autre verre?不好意思，我最近这几年全部都在欧洲，国内的娱乐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哎，你是不是最近刚出道的？你是唱歌的还是拍电影的？你说出门走到哪都有狗仔队你们咵咵咵一顿乱拍，隔天就上头条。我肯定也找保镖。你说这帮狗仔，你说这帮是不是闲的呀？你说。不好意思，哎，咱俩合个影呗。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可以留个纪念。等我以后知道是谁了，我就告诉别人，我先跟你坐同一班飞机。快点，快点！帮我签个名呗。谢谢。干嘛呀？落地了，我要下飞机。我现在要喊救命，说你们绑架，知道什么后果吗？知道。那你大声喊呀！你牛，你最牛啊！我跟你们回去。你好，我刚才在飞机上喝太多酒了，没控制住我自己，给你造成困扰了，对不起啊。你是不是被绑架了？需不需要帮你报警？不好意思，这位小姐，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欧氏集团的安保部主管蒋一龙，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欧阳。我们只是遵照他父亲的嘱咐，把他带回家。不好意思啊，误会，误会。你们忙，打扰了。哎，太丢人了。喂，小哲，我正在往出走呢，拿了行李我就出来了。看把你高兴的，你慢点啊，别着急。在呀，行了，你慢点啊。好嘞，一会儿见。乘坐738央次航班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了，请由第7号登机门姐，姐，陈哲，哎呦，我好想你啊！我也想你。我每天都幻想着这一刻，我每天都想能看到你，赶紧回到你身边。这不是回来了吗？哎，咱们赶紧走吧。怎么了？我想看看你们。走吧，咱回家。思雨，到啦，已经接到了，我现在已经在车里了。他呢？让我看一眼这一眼。行，陈哲，我没看见，再看一眼。好好好，我跟他说一下啊，思雨要跟你打招呼。嗨，陈哲。嗨，你好。我跟你讲，你要对我们家梅雅好一点，你要敢对她不好，我就找你算账，听见没有？那行了，我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啊。他这个人可容易就害羞了。去吧，去吧，去吧。嗯，拜拜，拜拜。喂。怎么这么严肃啊？在开会啊？啊，对。那我说你听就好了。今天我不能陪你了，欧阳回来了，全家一起吃个饭。啊，行，我知道。好，那你开会吧，拜拜。拜拜。谁呀？工作。我一猜就是工作的事。工作中的男人都这么帅。哦，对，我刚才说到哪了？被思雨的电话给打断了。对，我在飞机上碰到了一个人，欧氏集团，你知不知道？哎呀，就是那个化妆品品牌。我在飞机上碰到了欧氏集团老板的儿子，他就坐在我旁边。你可别提了，一开始好多人围着他，我以为他是个明星呢，结果下飞机的时候，那帮保镖轰的一下就站起来，夹着他就往前走。我一看，这不是绑架吗？我这种人啊，我就追上去，我就想帮他，结果吧，人家给了我张名片，我才知道是误会一场，哎呀，差点报警了，可丢人了，你就别提了。董事长和夫人都在家等着你呢，你今天会回家吃饭？
手机能给我了吧？啊？抱歉啊，之前都是按董事长吩咐的。Bixby 拨给妈。喂，妈。接到欧阳了，在回家的路上。好，拜拜。你刚才在出口接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脸拉老长了，我离她特别远，就感受到那个寒气四射。你有没有感受到？没有。我跟你说，那应该就是他的家人，我看见他们俩在一起了。太吓人了！我一直以为有钱人没什么烦恼呢，真没想到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哎呀，还蛮难听。看什么呀？你终于看见真人了。哎呦，再给你签个名呗。妈，哎，你让我来吧，我来吧。好。那个使出浑身解数掂着勺的小老头，就是我的爸爸。我6岁的时候，他去孤儿院领养了我。我从小有先天性心脏病，好像也是因为这个，我才被遗弃的。爸爸独自一个人把我养大，用尽了他所有的积蓄送我去做手术，治好了我的心脏病。我时常感到愧疚，因为爸爸为了我，终生未娶。可是他说，他只是在等那个他爱的女人。但是直到现在，那个女人也从来没有找过他。爸爸，我饿了。好，饭马上好了。我经常问爸爸，为什么他要选择我这么一个生病的孩子，当他一辈子的拖油瓶呢？爸爸说，因为当时那个又小又苍白的我，主动走过去，牵住了他的手。爸，涂总，哎，上次来了，小雅回来了。就你这孩子，回来也不提前给老爸打个招呼。你看看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呀？
对不起啊，我不该一声不说就又跑出去了，这一跑还大半年，还麻烦您派那么多人专门去国外把我抓回来。我保证，以后去哪儿之前我一定提前告诉你。你用不着跟我道歉，你还是自己跟自己道歉吧。现在公司上架，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姐姐在处理，你什么时候把心收一收，去做一些你应该做的事儿，否则将来我怎么把公司交给你？爸，我什么时候说要继承你的公司了？一直以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姐在打理的，她做的多好啊！公司上上下下她打理的井井有条的。你以后直接把公司交给我姐不就得了吗？干嘛非要让我掺和进来呀？你怎么跟爸说话呢？爸妈，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公司一直都是小瑞打理的，而且他打理得很出色，你为什么就不愿意把公司交给他呢？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妈，你怎么又说这种话？洋洋，不管将来你做什么，妈妈都支持。只是别做像你爸那样的人。小雅，来，你接着我爸爸来炒啊，爸爸来炒。哎呀，爸，你踏踏实实就坐在那儿等着吃饭吧。小哲，你赶紧把我爸拉走。行了，快走吧。叔叔歇着吧。他脾气你还不了解。小哲，别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土豆哥，你赶紧忙完赶紧过来吃饭。好。爸，你好好尝一尝我的菜，我这2年厨艺进步很大的。小哲，你也尝尝。哎呀，不错，真的不错。哎，你这手艺快把爸爸给比下去了，你。确实有进步啊。什么叫有进步？是个很大的进步。大很大。爸，小哲，我在欧洲的这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们2个人。现在我回来了，你们俩就在我眼前，我觉得我幸福的都要冒泡了。我的人生遇到你们2个人，我就觉得我是最幸运的人。遇到你们，也是我林美雅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干杯！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20年了。在孤儿院的时候啊，你们俩就是最好的伙伴，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份情谊呀。小哲，小哲，哎，叔叔真的希望能够看到你们长长久久的下去，一辈子。真不想看到你们这么异地相恋的，所以啊，叔叔希望你这次能够陪着小雅一起去法国，好吗？爸，哎呀，这事儿回头我跟小哲会商量的，也让他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也是一件大事，对吧？哎，爸，你再尝尝这个。好。接个电话。
小哲现在工作可忙了。是，来来来。喂，亲爱的，你干嘛呢？我在外面吃饭呢。怎么样，家庭聚会愉快吗？愉快。我们家的家庭聚餐什么时候愉快过呀？听起来急需安慰啊。要不然这样，晚上还是来我那儿。没事儿，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今天太累了，改天吧。你在哪儿呢？这么吵。姐，下了班我们几个同事说一块路边随便吃点儿，就找了家大排档吧，是有点吵。哎，叫我了，真不跟你说。我这给打吧。嗯，去吧，早点回去啊。走。同事跟我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我男朋友真帅。爸，你不觉得小哲一工作起来就完全是一副白领精英的样子吗？哎，这来，你尝尝这小龙虾，来，这小雅亲自做的。叔叔，那个，你们先回去吧，时候不早了，该走了。你这是好长时间没来了，进屋坐坐去啊。梅雅刚回来，也怪累的。我们来日方长嘛，好好休息啊，我改天再过来。爸。哦，好，明白。哎，我把箱拿进去啊。我好想你。我也是。不要跟你分开。我在国外，我每一天都在想你。我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我再也不走了。我都想好了，我不会回欧洲的。我永远都不要跟你分开，我要天天的看他。好，不分开。你看不进去就睡觉，你在这儿翻来翻去的，我看着晕。你成天有1秒钟是不晕的吗？以后啊，不许在孩子面前说小瑞亲生不亲生的事儿。许你做，不许我说。你对小瑞向来就不公平，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只是希望欧阳能早一点收心，回来帮我打理公司的事。你为什么总是扯到我对小瑞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上啊？我已经说过了，我把小瑞当成自己亲生骨肉看待，从始至终未改变过。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不可理喻？欧长林，你别在这振振有词的。打从你跟我在一起的那天开始，你图的就是我们家的钱。现在你发达了，不需要我这个钱袋子了，我自然就变得不可理喻了。你巴不得我现在就带着小瑞离开这个家，离开欧氏，巴不得我跟小瑞在你的世界里就从来没出现过。
回来干什么呀？咱们这个小破屋了啊！本来这间房子我当了仓库了，其实你一回来，这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哎呀，人家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这只是出国上了个学，我还没结婚呢，你就天天把我往外赶，你还是我爸吗？我在国外，我还天天想着你每天肯定特别想我，把我这小桌子给我擦得亮亮的，小床铺得软软和和的，每天坐在我这小台子上面睹物思人，想着我。可爸，我真的想太多了，你把我这房子都能当仓库了。爸，你歇会儿，我去打盆水，我把灰擦了。哎。是啊，我就是不想让你回到这个小破屋里来。哎，你现在毕业了，好，你呀休息休息，陪着小哲好好玩一玩啊！你马上跟我回欧洲找工作去啊！我可不能让你在这小破屋待一辈子，你总待在老爸身边会有什么出息啊？你这，我去给你抱被子去。对不起，爸，我这回得让你失望了。我这回回来呢，不回欧洲了。欧洲再好也没有中国好。你这丫头，你胡说什么呢你？哎，你时差没倒过来，你还是在这说梦话呢你啊？我说什么梦话？我说这些话都是我深思熟虑过的。你说你啊，当年去欧洲留学，你多不容易啊！成绩那么好，导师年年都夸你。他说你要是在欧洲找一个很好的美妆公司，那是什么前途？怎么知难而退了？你对得起老爸，你对得起你自己吗？你，爸，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国外，我很难的。我每天都在想你，想小哲，天天都想吃你给我做的饭，天天都想听你数落我。咱们家怎么了？我看咱们家挺好的，我没觉得咱们家是一个小破房子。你别想着把我往外赶啊！我从小到大都在这个屋里长大，我觉得好着呢。你说。我有什么好想的？你想我干什么呀？啊，我这有胳膊有腿，能吃能喝的，那最不济不是还有土豆吗？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好了，你现在马上跟小哲结婚，然后去欧洲，哎，就这么定了啊，这样我才能踏实啊。原来导师推荐我去的美妆公司是欧氏集团。我是欧氏集团的安保部主管蒋一龙，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欧阳。咱俩喝根饮呗。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给你留个纪念。都有知道是谁了，我就告诉别人我以前跟你做过同一班飞机。看看。天哪！完蛋了！欧氏集团那么大，就算我去欧氏集团工作了，我每天都是待在实验室里，我肯定见不到那个什么欧阳。再说了，人家肯定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忘了。他肯定不会记得。你也是，憋着。
Laissez-moi vous aider.帮我签个名呗。谢谢。哇，这么多！我可不是故意要看你的小秘密，我总得确认一下你是谁，对吗？你会原谅我的，对吧？陈哲，在法国的日子好难熬。我好想你，我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都在想你，我恨不得现在1秒就抱着你能回到你的身边。怎么办？阿哲，哲哲，怎么办？我快要疯掉了，我快要疯掉了，怎么办？怎么办？哇，这也太劲爆了吧！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爱多少，心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力量，把我带到你的身旁。人才，我天，抄个词儿啊！被打得太惨了，从来没见过人被打得这么惨，太可怜了。11739.17公里的距离，隔不开我对你的思念。3年不在你的身边，减不掉20年的相濡以沫。小哲，我就要回来嫁给你了，懂我？20年，多大岁数了？打他呀！欧阳，你真的太笨了，我怎么……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笨的人？太想不开了。可怜不可怜？别看了，别看了。朋友圈的各位大神们，哥们儿今天在飞机上跟一女的拿错箱子了。此女名叫林美雅，从巴黎留学回来，要跟她相恋20年的男朋友陈哲结婚。关于此女早恋开始的年龄，我也同样抱以强烈的好奇。附照片3张，找到此女者必中信。人才呀！爸，哎，我昨天穿那件衣服你看见了吗？啊，我给你洗了。啊。哟，小雅回来啦！
阿姨。说。爸，你洗我衣服之前你翻口袋了吗？我口袋里面有张名片，你看见没有？什么名片啊？没见着啊！怎么了？啊，没什么，就是我在飞机上跟一个叫欧阳的人拿错箱子了，他保镖给了我张名片，我现在不得找着人家，我才能把我箱子给换回来吗？箱子弄错了？嗯，可不是嘛，我所有重要的证件都在里面呢。哎，他的保镖干嘛给你名片啊？嗨，就是个误会。行了，爸，你别管了，我自己都能解决。箱子丢了？不是丢了，是拿错了。哦。哎，王老师，您尝尝刚搬得的。酸。哟，来，您吃我这个，您吃我这个，我呀再给您拌一份去啊。李总，赶紧把外面盘子收了，我去2楼。好，知道了，梅姨。小刘，一会儿所有洗干净的盘子全部放到消毒柜消一遍毒，记住了啊。就交给你了，我去外面。好的。欢迎光临。2位请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子忠，哎，好嘞，王叔，您吃好了，好，慢走您。哎。哎，你好，哪位？我谁呀？我说你小子跑哪儿去了？你怎么回来了？巴黎电话都追到我这边来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老人家倒好玩消失，手机也关机，什么情况啊？哎，别提了，这次出去巡回比赛，半年了没跟老爷子联系。老爷子没急了，派了一帮人去巴黎把我给追了。我能怎么着啊？我再能打，也经不住一帮人在巴黎狂追我一整天吧。一帮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合着您这半天在巴黎街头上演了突出重围的大片呗？你也有今天啊？啊？哎，你怎么那边那么吵啊？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说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别忘了，今天是周一，我在邻家老店。啊，就周一啊？哎，你说你也真有意思啊！哎，亿万资产的唯一继承人，每周一还得跑去老店里面当佣人。那没办法呀，你别忘了，我爷爷当年就是靠这家小门脸发的家，没有这家老店，怎么可能会有我们黎氏集团的今天呢？这就是爷爷定下的规矩，老店必须得传承下去。所以啊，无论你是黎家大少爷，还是整个集团的继承人，无一例外，每周一都得来店里洗碗刷盘当服务员，宗旨就是不能忘本，忆苦思甜，明白吗？我哪像你这么好福气啊？啊，你说，你们家老爷子的公司，你欧少爷一共去过几回啊？哎，你别跟我提公司啊，一提我就烦。
钱里了。哪儿找的？抽屉里。小刘，掉头回家。哎，对了，这次我不在，俱乐部成绩怎么样啊？还能怎么样啊？全军覆没呗。哎，我说什么来着？没我果然不行吗？得了吧，跟我这您就别吹牛皮了。您老人家哪次去不是找打的呀？哎，不过这次啊，你没打成比赛，我倒甚是欣慰。知道为什么吗？省得你鼻青脸肿的跑回来，还得躲到我家来养伤，我还得替你编瞎话，要不然你爸妈总以为你出去泡妞去。哎，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拧巴呀？这个搏击运动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能让你们家里人知道呢？你还说我呢？那你跟我姐呢？明明两个人都相互不喜欢，还却因为父母之命假装在一起，那点事说破就得了呗，累不累啊？我说东你就扯西，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我跟你说，电话里别给我提你姐的事儿啊，提了我添堵。行了，我这忙着呢，你吃饭了吗？你要没吃饭过来找我，我这得忙一天呢。哎，得嘞，等我运动完我就过去啊，等我。好嘞，恭候您。欧阳，你拿错的箱子在哪？在房间啊。把昨天的朋友圈删了，你的箱子我来帮你找。你怎么帮我找？陈哲是咱们公司销售部经理，我去你房间把箱子拉走了啊。有这么巧的事儿？怎么样，袁经理？那么有空来我们销售部视察工作呢？哎呀，视察工作不敢啊，就是想问你小子一句，最近你心里是不是快乐出花来了？啊，硬憋着不告诉我们，是不是想等着哪天给我们来个惊喜啊？说什么呢？老开玩笑啊！你不是一直说你没有女朋友吗？啊，合着都快相恋20年了，人家不远万里的飞回来跟你结婚，说心里话。真是羡慕死我了！说什么呢？这是再装得像一点。真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你女朋友啊，在回来的飞机上跟咱们公司的小欧总拿错了箱子。昨天晚上，欧阳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一个朋友啊截了一张图发给我，你看看，这不就是你吗？怎么着？上这个车？不是你要干什么呀？我现在有事，我要出去，我要开我自己的车，用不着你们送。不好意思，董事长吩咐了，要求你从今天开始必须天天去公司上班，就算是起晚了，也得什么时候睡醒什么时候去。抱歉啊，这都是按照董事长吩咐。去公司上班是吧？行，
我现在就去，你给我让开，我自己开车去。那不行，董事长吩咐了，必须让我亲自送你去。那我这车怎么办？我得停回去吧？不用，我会安排人处理的。服吗？你松开我就服。